昨天有一位姑娘来找对象啊，哎呀，掐了没气了吐了皮啊。30岁，本科，在企业做管理，年薪15万左右，个子不高，长相还行啊。她的择偶要求啊是南方本地人，有车有房没有贷款，身高175以上，年收入不低于30万啊，未婚，长相帅气，家庭条件优秀者优先考虑。好家伙啊，这一顿输出啊，都给整出个择优录取来了。我说你这要求就有点大白天做梦不害臊了吧？他说他现在是项目经理啊，以后还会这个升职加薪，对他来说啊，年薪30万不是梦啊。如果男人不够这个数，那他干嘛要嫁来？我一听你这意思，就是你要赚了几百万，就得赚几百万的男人娶你是不？他说是呀，人都得现实一点，这不能我赚的多了成了我养男人吧？我一听，哎呀，我的老天爷啊，真的，为什么现在剩女越来越多，而且各个条件都不差呀？就是你整天要跟男人比经济价值，比谁赚的多，却不知道在男人眼里最看重的是女人的性价值，就是你的年龄、身高、体重、外貌等等。我跟他说，我说有一个姑娘，25岁，本科，在国企上班啊，年薪6万，长得漂亮，性格温柔，人家的择偶要求啊是男方35岁以内，哎，年薪10万，工作稳定，有房就可以了。你觉得你们俩谁更占优势呢？他不管，一听就反对我说呀，那我赚的比他多，工作可比他好多了。我说你得看男人需要什么样的吧，符合你择偶要求的这类男人，那条件都牛叉成这样了，30岁的女人能看上，这20多岁的女人一样也能看上。人干嘛不去追20多岁的小姑娘，而是要追你这个年纪的女人呢？选个年轻的，至少看着还能赏心悦目吧？这选个大龄的，是不是得有点赌心呢？他听完就有些不愿意啊，说我歧视大龄女。哎呀，我说你可别这么冤枉我啊，我这是在点醒你，你再这么执迷不悟啊，最后耽误的只有你自己。咱就说点现实的话，那些总是在幻想当中择偶的大龄女生啊，在男生的眼里只剩下谈判和交易了，是享受不到追求的。他说他不信啊，非让我给他介绍。我说这样，我把你邀请进征婚群里面，你自己发个征婚信息，看看有多少符合要求的男人愿意认识你，这不就完了？他说好，我还先把他邀请进了3个群啊，有2个还是高端优质群，基本年收入都是在30-50万的。他在这群里啊，就发了自己的介绍和择偶要求。这信息啊一发出去之后，果然很多男人都加他。他一看，你看这下脱单有望了吧？还跟我炫耀呀！我说没事啊，你回家慢慢跟他们聊，跟他们认识就好了。结果今天一大早就给我打电话呀，特别生气的跟我说，加他的没有一个符合他的择偶要求的。有一位38岁的未婚初中学历啊，没房没车的男士加他，把他给气得够呛呀。这男士呢上来就表白啊，说自己的条件虽然不行，但人啊可靠老实，一眼就看上他了。这姑娘是二话不说呀，直接拉黑啊。还有一位男士呢是42岁离异啊，这儿子都上高中了。他家这个姑娘说呀，自己开了一家麻辣烫，一年也能赚个30多万。虽然年龄大呀，但很显年轻啊，就跟30多岁的男的一样的。这给姑娘给气的啊，直接就开怼啊，说对方睁眼瞎，那看不到自己的择偶要求吗？最后两人呢是互怼互删。总算呢有一位是符合条件的男士啊，35岁，未婚，有车有房，年薪在20左右。他一看照片，那心梗啊，差点犯过去了，这大脑门啊都突发了，都泄了顶了。结果又是拉黑，反正加他的呢不是牛鬼蛇神，就是歪瓜裂枣，气得他在那群里啊又发了一遍信息，并注明强调，请看清自己的择偶要求，不符合要求不要加。好了，一时激起千层浪，那群里的男人不愿意了呀，集体围攻他，一人一句，说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唾沫星子差点没把他给淹死。气得他就给我打电话啊，说自己接受不了那些30-40岁的老男人去加他。这话说的，你不能接受的不是这些30-40岁的老男人吧？你业务的应该是条件不行、技术不行还大龄的男人，总是幻想了钻石王老五去追你，让人听听你这是不是有点痴人说梦了？姑娘一听啊，气得直接给我撂了电话。哎呦，我有点堵心啊，去喂娃娃去了。服了。哎呀，给人牵线说媒这活是真不容易啊！没个健康身体，你根本干不了这活。有一对单身男女啊，年初好不容易相亲成功了，哎呀，白天还没到啊，这5一出去旅个游，回来就黄了，听得我的心是拔凉拔凉的，跟你们唠唠，看看谁对谁错。这第一天呀，俩人定的早晨是8点半的飞机，人姑娘呢因为前一天和闺蜜啊玩的有点嗨了，一觉睡到了11点。这男士他怎么也联系不上这个姑娘呀，这个飞机就给耽误了，钱白花了，这给男士气的，一通电话劈头盖脸的给说了好几句。人姑娘可听不得呀，哎呀，你竟然敢骂我，老娘不去了。男士一看呀，这出去玩的吃喝拉撒，这机票钱全花了，这不去更白花了。没法呀，这男士啊就从机场打车回来，又去找他，哎呀，又哄又劝啊，两人又和好了，花了高价钱订了当天晚上8点的飞机。女友化妆打扮2个多点，男士心里那个恨呐，哎呀，是喜欢啊。
他心里就一个念想，旅不旅游的不重要，别吵架别吵架啊，忍到底。坐飞机一路呢还挺顺利，刚到了酒店呢就开始闹腾啊。哎呀，酒店位置太偏僻了，房间太小了，要换一个带星的。男士解释说呀，住这个省钱，承诺省下来的钱呢吃好喝好，这才作罢。然后呢就是吃晚饭，这姑娘想去一家饭店啊，男士啊就糗着那20多公里啊太远，打车太贵。这姑娘一听啊就不愿意了，咋的？我来旅游了，还得计较那3瓜2枣的。男士听完呢就寻思，哎呀，忍一时风平浪静啊，打车去了。谁知呢这天是不测风云的啊，店儿给关门了。女友又给他一顿数落，怎么不在出发之前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就这样，两人就坐在店门口啊，搜附近的美食，搜了1个多点啊，终于是有姑娘满意的了。哎，凌晨1点多吃上了晚饭。第二天啊，两人又因为去哪里吃饭，这个景区坐不坐车，哎呀，穿什么衣服，哎呀妈呀，态度不好，语气不对，拍照不好看，东西买不买，不停的吵了好了吵的，听得我那耳朵，哎呀，瓜子真的嗡嗡的。第3天呢，中午两人在景区里啊准备吃饭，一问呢，1盘土豆丝啊要58元。男士疼的呀，拉着女友说呀，哎呀，我们出去吃吧。这姑娘一听，不行，我就要跟这吃。于是呀，这两人就吃了2个素菜加1个汤，花了200多。结完账，男士心情瞬间不好了呀。女友一瞅啊，你这什么态度啊？觉得男士对他呢有意见，不爱他，对他太抠。男士这会儿呢也不忍了，说一会儿出去吃怎么了？再说你要吃的我也给你买了，怎么就抠了呢？就这样呢，两人在景区里是大吵了一架，吵得很凶。女方呢扔下东西就走了，男士气的呀，他也没心情旅游了。回了酒店呢，发现女友在这儿，一进门啊，这女友啊就提分手，说旅游见人品，两人不合适，让男士啊立马就走，不想见他。男士这脾气也上来了啊，收拾好东西说走就走。当天晚上这姑娘也回来了，第2天呢给这个男士啊打电话，哎呀就有些后悔啊，觉得自己做的也不对。谁知人男士啊直接挂了电话，发了条信息啊，说以后别联系，就这样给他拉黑了。气得他是找我一顿唠啊，男士是这也不咋地，那也不行的。哎呀，我是终于明白了啊，为什么都说这旅游出去啊回来就分手啊。我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分手理由啊，我迟到了，你竟然不愿意等我，你对我没耐心，分手。出去旅游你竟然让我走了好多的路，你根本就不爱我，分手。哎，你订的酒店太差了，吃的饭太便宜了，你这就是抠门货，分手。下雨天我的衣服湿了，哎呀，你真的是非蠢即笨呐，不知道准备伞，分手。什么都要问我，一点主见都没有，渣男，分手。那么早就叫我起床呀，哎呀妈，困死了，不顾虑我的感受，分手。哎，人生不易啊，且行且珍惜吧。今儿啊，我让一姑娘给笑死了啊！有些人呢找对象，那都是找怼的呀。她说自己有一个谈了3年男友，哎呀，特别没有上进心啊，快30的人了，一个月拿着8000的工资，除了两人吃喝，那真的连个毛都剩不下。他想买个包包，买个化妆品啊，那都买不起啊。他又想着自己身材又好，长得又美啊，那跟个没上进心的人，那不太亏了吗？就跟我咨询打听啊，他在相亲市场上能找个啥样的？有没有条件更好的一些啊？哎呀，补充说一下她男朋友的情况啊，28岁，本科学历，在国企的管理岗，月薪8000左右，父亲啊是个医生，母亲是个教师啊。这家是南京的啊，南京市里有2套全款房。我一听这男方条件还可以啊，我问他什么条件？他说呀，28岁，在超市做库管，哎呀，听着也是管理岗啊，一个月2000多点，忙的时候加上业绩啊，能得到这3500。父母在农村务农，家有自建房3套，独生女。我听完着实是有点震惊啊，姑娘你说的对啊，你男朋友啊不仅没有上进心，还一点都不像老爷们儿。1年10万，国企工作，父母双退休啊，有车有房还2套，居然找了一个农村妹，一个月2000，还得给她买包包买化妆品，还好心供养了3年，你这不就是没有上进心吗啊？咱能不能有点追求，能不能像个老爷们儿一样？这姑娘是好赖话听不出来呀，跟我说呀，我闺蜜啊，那男友无敌了啊，28岁人自己创业，1年轻轻松松入账50多万呢。她亲戚家的表妹啊，那嫁的是企业高管啊，又有钱又有权呀。到她了，哎呀，嫁个月薪8000的男人啊，心里是越发的不平衡啊。哎，听完我就跟她说，你看你这比的都是些快30男人，你应该比人家比尔盖茨啊，21岁就创办微软，扎克伯格20多岁就是顶级富豪，那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啊，28岁就已经赚取了数千万的美元。你男朋友都快30了，还默默无闻呢，你就想着，哎呀，拿着月薪8000的工资，明显就是能力配不上你。听我的啊，分了吧。这姑娘反过劲儿了，问我说，哎，你是不是说反话呢？我说你自己品吧。她说呢，想趁着自己还有2年的青春啊，找个靠得住、有潜力的男人托付终身。我问她什么是有潜力啊？她说这市中心啊，有车有房全款啊，年薪30万以上，独生子，个子高，长得帅。哎呀，姑娘，你想把自己托付给这种男人，哎呀，想想我也想啊，
可人家也得收吧。你所谓的托付是想靠着男人养你一辈子吧？哎呀，不工作，不还房贷，不还车贷，一天天还能美滋滋的各大商场去 shopping，美其名曰的爱情啊，其实就是压榨。他说他自己也有优点啊，长得漂亮，男人见了都会喜欢上。我一听拉倒吧啊，有这条件的男人，人家要么找个家庭条件相当的，要么找个工作匹配的，要么找个就年轻漂亮的，你哪个沾边啊？合着相亲市场上就你一个女的呗？昨天一个98年，你说啥？你哎呀长得真好，刚毕业就来找对象，人家不比你年轻漂亮吗？择偶要求啊，男方有车有房，接受贷款，学历本科，年薪10万就可以，想着两人一起奋斗啊，什么都会有的。你瞅瞅你啊，想来相亲你也得有点那个啥数吧？几斤几两都不看看吗？你负责美貌如花，他负责赚钱养家，人家是赚钱越来越多，你这朵花却慢慢的凋谢。如果身上没有利于他的输入价值啊，我想着人家该换花了吧。有些人你就想不明白他到底要干嘛啊？谈感情就喜欢看着锅里吃着碗里，骑驴找马这事啊，那是王八犊子干的。你要是相亲啊，你看不上人这条件啊，眼高手低啊，你直接给人拒绝了，那没人说你道德。你说说啊，你都谈了好几年了，突然要权衡利弊一下，哎呀，我男友这条件是这不行那不行，这配不上那配不上的。还没点自我认知啊！你这条件明明就是配养猪王老五的命，哎呀，偏偏认为自己就是镶金带钻的。还有那些说别人没上进心的啊，你直接点说你钱不够花不就行了吗？扯什么上进不上进的，哪那么多事啊？好了啊，散会。哎呀呀，麻烦现在的闺蜜啊，你都对得起闺蜜这个称号吧？你们不是劝离婚就是劝分手，你真的是人家好朋友吗？有一个姑娘给我打电话说闺蜜闪婚啊，她劝人家冷静，结果呢人家把她给拉黑了。她今年35岁啊，未婚，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好闺蜜，38岁了也未婚，是一名会计。这5·1啊出去旅游认识了一位30岁的男士，就小了8岁嘛，工程师啊，两人认识了3天确认关系，谈了1个周就开始同居嘛。这个月呢，人闺蜜就跟她说，哎，两人领证了，听得她是一愣一愣啊，觉得不可思议。她就劝着闺蜜啊，一定要冷静的想清楚。哎，这闪婚的结果呀，它就是闪离。人闺蜜说自己已经领证了啊，不可能离婚的。说这个闪婚呢，她也不一定会不幸福呀。哎呀，她就脑子缺根弦，给人举例子。哎呀，谁啊，闪婚不久就离婚了。听得这闺蜜也挺上火的，回去就给她拉黑了，说两人以后不再是朋友，不再联系，把这姑娘给气的啊，好心没好报啊，不听劝早晚黄。听完，哎呦我去啊！有句话叫防火防盗防闺蜜啊，这话没毛病。那结了婚的老爷们儿啊，有关注我的，你们想想自己周边有没有这类闺蜜的经验啊？我就不多讲了。这种闺蜜真的是有毒啊，打着为你好的名义，处处看你热闹。人家都38岁了，这个年纪能遇到个头婚还小了8岁的，你管人是不是真爱？反正人家就是比你命好，人都领证了，你还去说人家坏话，给人拆台，你咋就那么膈应人呢？咋的？就得找个差不多年龄的啊，离婚拖家带口的，你就觉得舒服了呗？还是拖到40岁没嫁出去，你作为闺蜜你就开心了是吧？她跟我解释说呀，闪婚太快了，没了解一个人就结婚啊，这婚姻肯定不靠谱。哎呀，可拉倒吧啊！婚姻靠不靠谱，它不是时间问题，那是人的问题。有多少3天也领证的，过的人家也很幸福呀？有多少3年领证的，照样有很多过得一地鸡毛的。有些闺蜜你们要听清楚啊，这人教人呢教不会，事教人呢一遍就会。他过得幸不幸福，自然有这件事情来给他结果教他，你就少管了。人家就算撞了南墙不回头，也跟你没有关系。他说我不放心，哎呀，毕竟是我的好朋友啊，我不希望这个闺蜜跳火坑。我听着就觉得忒假了吧？你啥心思你自己琢磨。好的闺蜜啊，也没你这样的。你替人家想想，以她这个条件，在相亲市场上都没有多少头婚能够要的了。拜托呀，38岁了，说点现实的，同龄离婚的男人，但凡条件好一点的，都想找个30岁的。你闺蜜是不会变老，还是家大业大能躺平3代的？就这年纪能遇到个小8岁的小伙子，哎，个子高，长得还帅啊，不嫌弃他年龄大，还愿意跟他领证的，你问问多少男人敢这么做的？人小伙子相亲市场是缺人吗？那张爱玲说过那啥啊？我忘了，反正人这种爱情，显得你搁这中间当好人了啊。人俩人都领证了啊，搁这喜事跟你说呢，你怎么就那么丧个人啊？闪婚还得离的。这姑娘听了就开始说啊，这男人这不好那不好啊，又是长得丑，又是家里条件差的啊。哎呀，听得我都很烦。就算他过得不好，那狗血剧情啊，那被出轨了，被嫌弃了等等，那是他自己的决定。你担心呢，我理解是出于情分，但是你别逾越你们的关系。他是38岁，不是18岁，也不是88岁了。他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他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结果，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不是没有权衡利弊过的。你怎么就敢说人家遇到这个就不会幸福啊？婚姻啊是2个人之间的事情，过得好的话，别人可能会知道为什么，但过得不好，旁观者也未必清楚的。
所以呀，奉劝那些老婆嘴啊，安分守己一点，多管管自己，别到时候手伸的那么长。更何况你闺蜜是满心欢喜的跟你分享结婚喜悦的，希望得到祝福的。这个时候聪明点，送上自己的祝福，她需要的是你的鼓励和陪伴，不是你掺和一脚啊，弄得你自己也里外不是人的。哎呀，我就烦这种人，烦死了！今天周末来相亲的人可多了，我差点没让一对单身男女给气过去啊。有一位25岁的姑娘，上个月就来找对象了，人确实很漂亮，外貌绝对在7分以上。做策划的她找对象就有一个点，颜控，就是喜欢那种又帅又成熟又稳重还有钱的。介绍了好几个都看不上啊，不是觉得人家个子矮，就是觉得长得丑啊，要么就是不太会打扮的。好不容易啊，有一位男士27岁，在事业单位工作，长得很帅啊，父母都是医生，这家庭条件也好啊。这姑娘觉得还行，想见面认识看看。给这男士啊看了这姑娘照片，他也很愿意，毕竟人姑娘长得也好看啊。昨天晚上俩人就约着啊，一起去吃了个火锅呀。俩人在前面聊的都很好，很开心啊。聊着聊着就聊到了自己的兴趣优点这些。男士就跟这个姑娘说呀，自己性格是比较属于那个沉稳，脾气也很温和，平常喜欢运动啊，经常去健身房，也特别喜欢研究美食之类的。完了啊，他就问这个姑娘，哎呀，你性格怎么样呀？平常都喜欢做些什么呀？人这姑娘可有意思了，说我比较懒，不会做饭，不会做家务，说平常喜欢购物，喜欢旅游，喜欢看剧，喜欢睡觉等等。这给男士听懵了啊，这些都不是优点吧？这姑娘反问啊，怎么不是啊？不做饭，比较懒，都告诉你了，这说明我不装呀，不藏着掖着呀。爱购物，爱旅游，说明我热爱生活。这回答给男士整的是一愣一愣的啊，问他平常多久出去旅游一次呀？这姑娘说，少则1年3、4次，多则1个月1次。一般工作累了就得出去旅游，看看大好山河呀，也享受一下生活。男士吓得呀，赶紧摸摸口袋，你想的是山河大海，我看的是油和钱包啊。他就很好奇啊，你1个月月薪啊，肯定得有好几万吧？人姑娘很爽快，就5000，每个月月光基本都剩不下。给男士听的呀，那你没钱还敢出去啊？这姑娘听完就有点不爽啊。这女方跟男方出门，那肯定是男方出钱啊。她想找个同频的人，哎，一起出去享受生活。听到这儿，这男士啊就怼了他一句啊，我也挺热爱生活的，我喜欢去阿尔卑斯山上滑雪，喜欢吃澳洲龙虾，喜欢去马尔代夫看海，还特别想坐直升飞机嘞。然后就问这姑娘啊，能否出钱也让她去热爱生活一场？这姑娘听了肯定不愿意啊，你是脑子秀逗了吧你？你出去玩凭什么让我出钱啊？男士就反问他，那你凭什么让我出钱啊？行了，这顿饭吃的表面是风平浪静，实则是暗流涌动啊。这姑娘觉得这男方太计较了，男方听了也不让啊。既然你说我计较，那火锅钱啊，咱一人一半。说着呢，男士就去前台付了300，转身就走啊，让前台去收剩下的。然后啊就没有然后了。回去之后，这男士啊就失联了，这姑娘就发信息要火锅钱啊，也不回，打电话也不接了，气得他哇哇是找我呀。我就特别的纳闷啊，以前呢这人相亲啊都介绍自己，哎呀勤快，性格温柔，会做饭，爱干净。现在有些人相亲去介绍自己啊，比较懒，性格不好，脾气急，不会做饭，还得让人照顾，听的都以为你是天生残废啊。这种上来就摊牌，无非就是以高位自居，让你知道我就这个样子，你爱喜欢不喜欢。你让他对着身价成千上亿的人说试试，他只会说，哎呀自己性格温柔，会做饭，会理财，会规划生活。另外呢，一个月工资几千的人，征婚资料展示的都是自己每年去过很多地方旅游，把喜欢旅游、喜欢购物这事儿当成自己的优点去展示，说自己热爱生活，这只会让男人觉得这个女人对生活的消费水平要求太高，婚后男人是要为此买单的。这在相亲市场上是绝对的减分项，孩子呢美滋滋的计划着，哎呀每年跑出去浪几圈呀，短则几天，长则数周不在家。你觉得这叫做热爱生活吗？我们去相亲啊，选择结婚对象，你一定要看对方有没有我们需要的价值。收入、职业发展、家庭背景，对方的脾气性格，哪怕是身高样貌，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价值。可你说你喜欢去旅游、去购物，这些都是消费型的爱好，没有利他的价值，除非它能侧面的反映出你的家庭背景和收入状况，能证明你确实是一个有创造价值能力的人。比如说一个男人跟你说我的爱好是打高尔夫一样，每年光充会员卡就有几十万，你会觉得他价值低吗？别人最终能不能选你是取决于你是否具有创造价值的能力，而非消费本身。你拿着几千的月薪，有着消费几万的兴趣爱好，这男人不跑啊才怪呢。这个11过的好多人相亲都相烦了吧，崩溃了。嘿，很多男士都问我，相了这么多都花了眼了，什么样的才适合结婚啊？阿姨，我今天就给你们做个总结啊，我给人介绍对象这么多年，什么样的女人适合结婚？听好喽，都是经验之谈。找人结婚啊，我给你们个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建议，情绪稳定一定要排在第一位。很多人相亲啊，多半都是看感觉的。哎，我喜欢你，我就愿意跟你谈。但感觉这东西是很虚的，
经历的多了，你就会发现啊，其实每个人都一样，那大家都很普通啊。千万别把自己当成罗密欧和朱丽叶。有一类女孩子啊，在交往中就表现出来情绪特别不稳定。她情绪好的时候，你们俩如胶似漆；她情绪不好的时候，骂你骂的是狗血淋头，六亲不认。男方还莫名其妙啊，上秒还很开心，下秒就翻脸不认人，动不动就一肚子牢骚啊，这不愿意那不愿意的，精神内耗太严重了，时间长了你自己都崩溃了呀。这类女孩子是不适合结婚的，千万不要圣母心发作，妄图去改变她。你不是她爹，你教也教不会的，性格是改变不了的。以前我就跟你们说过，成年人呢只选择不教育。第二，你只要在中国这个环境当中生存，面临选择婚姻啊，两边家人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父母都是过来人啊，他们的意见不一定对，但多半也都是走过了经验，为了你好的。曾经有个男孩子学历很高啊，看上了一个姑娘，学历很低，做销售的，非要结婚呢。这男方父母是公务员，女方是农村家庭，这男方父母就很反对啊，那觉得门不当户不对，而且婚姻也不是儿戏，你只看外貌和感觉是没办法结婚的。最后这两个人不听啊，偷偷的领证结了婚，结果双方亲家不来往，和仇人一样。两人学历相差也大，这三观也不同，天天吵架，最后呢闹了个离婚收场。还有很多年轻的啊，竟然是为爱私奔啊！没有亲人祝福的婚姻能不能成啊？能不能幸福啊？也能，但终究是难成为一家人的。因为最初的时候都没接受，所以和睦这两个字变成了一种奢望。你要知道，婚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和睦。这第三啊，三观相合很重要啊。有一句话说的很对啊，三观比五官更重要，确实如此。有一对男女啊，这人都挺好，这女孩子不太会过日子，一个月3000的工资啊，就要买2000的衣服，发了工资要花掉。男方看了很心疼啊，买衣服从来都不过百的，两个人老是吵架，消费观都不一样。女方呢没事还羡慕人家闺蜜的生活有多好，打压男友赚的不够多，看不上男方，两个人就会因为各种观念去吵架。你认为是对的，但他坚决就认为是错的。三观不同的两个人，往往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小事情去吵架。婚姻好不好啊，一定是看你们过得多糟糕的时候。经常吵架的一定不适合进入婚姻的。有人就给我抬杠，没有天生合适的两个人啊，感情需要磨合妥协的。我给人介绍对象这么多年，我可以很现实的告诉你啊，青春就这么几年，不要把试错成本拉升太高。磨合的好的半年就差不多了，矛盾会越来越少。如果矛盾越来越多的，一定是磨合不来的。抓紧换人吧。这第四啊，他适不适合结婚，一定要看看他对待你父母家人以及朋友的态度。很多那个网络视频啊，就毒鸡汤啊，很有意思，都把男人拍得很窝囊，在外面女人可以趾高气扬的说骂就骂，男人就得跟孙子一样。其实不分男女，适合结婚的另一半在外面一定是给足你面子的，哪怕在家里使劲的去收拾你，但是在外面该给你的面子还是会给。曾经有一个男士啊，我劝分啊，因为那个女孩子我见了之后觉得有点强势，而且有些霸道，一看就不是那种很孝顺的女人，但是她就是不听劝啊，说啥要娶回家。现在结婚2年了，家里鸡犬不宁啊，女人对公公婆婆是一点也不孝顺，经常是颐指气使，嫌男人赚得少，也不愿意给她生孩子。所以娶妻娶贤真的很重要，娶错真的会毁3代的。不管怎样，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眼光放长远一点，找人结婚一定要看内在品质。我说了很多遍了，这才是关键。比如良好的情绪稳定能力，这决定了未来婚姻生活的基本基调。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和良好的社会角色，经济能力可以帮你稳定家庭。正常的两性关系不应该是父女妈妈儿子的模式，而应该是战友共同成长。另外看看他的包容心是否善良，善良的人会在你未来这个人生面临巨大的挫折的时候，依然会选择陪着你。还有三观相合，会让你的婚姻更加幸福。最后再去看看外貌，人不要太丑就可以了。选人呢，千万别本末倒置，让人省省心吧别让我比你女朋友还操心你啊。哥们儿姐妹儿，为什么你相亲就越相越黄？我看上的看不上我，看上我的我也看不上他嘞。上午有一位男士来找对象91年的国企上班，年薪在10万左右，长得比较白个子不算高，170左右。他就有个傻点颜控。他颜控属于那种特别厉害的，就是跟我说，我一定要找个漂亮的找不到我这辈子不娶了。就因为这事给他整得挺郁闷生活圈里的一个个都看不上相亲4、5年了，到现在还没娶上媳妇呢。他认为娶老婆找个好看的，天天看着他也舒服呀，心里敞亮带出去也有面舒服。那如果娶不到，他就过不了心里那个坎儿听得我是一愣一愣的干脆我就拿了一摞女士资料给他，你自己选吧。这男士选的都是身高170以上，长得跟模特一样的一边满眼放光的看着，一边问我，他们有没有什么要求眼光是不是都很高我说这些漂亮的姑娘他们的要求基本就2条。
要么男人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或者经济实力很强，要么男人啊和他有同等的颜值啊，情商很高嘛，人家也想找帅哥呀。他听完就问我，那能看得上我吗？我说啊，这大概率看不上啊。那有条件差一些吗？我不看条件，只要人漂亮就行啊。我呢又给他了一摞资料啊，里面大中专的居多一点。他又是筛选了半天啊，跟我说，哎呀，这个姑娘好看啊，中专学历，做客服的，可以认识一下吗？我说这姑娘98年的，人要求男方95后，情商高，身高180以上。她也不看条件，人家也看颜值的。男士一听算了，哎呀，我个子矮，年龄大，估计看不上我。他又问我另一个姑娘啊，95年，长得倍儿漂亮。我说这姑娘离过婚，没有孩子，对感情她没太有安全感啊，要求很高，希望别人能够对她很好，有耐心，有时间能陪她的。他说那不行，我不太喜欢啊，太粘人的。他又问了一个啊，我说这女方呀，老家农村的单亲家庭，有个弟弟，家庭条件比较一般一点。我话还没等说完呀，这男士就打岔，就说那不行啊，条件啊我不做要求，但是啊你也别太差了吧。我想找个颜值高一点的，我看着舒服啊，这身体和精神都得健康，有份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还有啊，他最好是没谈过恋爱，处女最佳。哎呀，听完我直接抽出了我的底牌啊，你看看这位呢？他说，哎呦，这不是观世音菩萨吗？我说对呀，你许个愿，或许能成功的。你喜欢漂亮的，你要认清楚一个现实啊，漂亮女人身边缺男人吗？你要是条件不抗打的话，咱就踏踏实实找个居家过日子的。男人年龄也值钱啊，我就给你唠句实话啊，相亲啊，你要是能遇这个，人又温柔又漂亮，身材又好啊，对你还好的女人啊，十有八九啊，不是杀猪刀骗那种城市中产大白菜的，就是家中啊有幼子啊，下面 N 个弟弟，或者是黄赌毒啊，其一或者都占的。天下哪有那种好事？你自己不上秤称几斤几两吗？为什么香一个黄一个？那是因为你择偶要求不切实际，脱离现实，就跟做梦一样啊。还有啊，就是你那种躺平啊，相亲都嫌麻烦，等待女舔狗上门的恋爱态度。你要能找到称心的啊，你置那些努力上进的男舔狗们于何地啊？你看看《西游记》那外面的蜘蛛精啊，人都围着唐僧转呢，哪有围着八戒转的？只要孙悟空一不在身边啊，他们就蠢蠢欲动。怎样想办法成为唐僧啊，那才是学问。择偶要求啊，切实际一点，结婚过日子你都得找个靠谱一点。别说我说话难听啊，你都30多岁了，大家都不是小孩子了，那早就过了爱玩的年龄吧。男人现实啊，女人也现实。你现在需要考虑的应该是你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啊，才能够配得上你要找的那个人吧，而不是你的标准在哪里，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入了你的法眼。如果你连现状都搞不清楚，尝试多少次都是一样的结果。所以啊，那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啊，你就别出来霍霍了啊，你单着呀也挺好。我下午去个人相亲回来了哈，原本呢在想过个开心的6·1啊，没成想啊，这心到现在都很堵啊。有一个男士89年的，这个有车有房，自己开了家饭店啊，年薪在20万左右，条件整体不错，我就给他介绍了一位92年的女老师，自己开培训学校的。这两人也是抽空就约了今天中午见个面。哎呀，谁知这男士啊，咱是不清楚他是咋想的，真要命啊！两人呢见面，这女方问他有车没有，他说没有车，是电动车。女方的脸立马就拉了下来了啊，就问他有房没有，他说没有，在住这个合租房。女方又问他你自己开店一年能赚多少，他给人来了句啊3-5万吧。好了，男方这顿操作啊是直接把我给卖了啊，自己也没讨好。人女方一听啊，直接就质疑啊，红娘不是说你有车有房，年薪在20万左右吗？这男士一听啊，就解释说呀，这车呀准备买啊，房子也准备买，但最近啊这买卖不好干，钱赔了他就没有买。好嘛，人姑娘一听啊，脸色唰的一下啊，变得就跟变天似的。两人接下来呢就有句没句的聊着，这分开不多久啊，这姑娘就发来一句话，我觉得咱俩不太合适，不过你这人还挺好，我们可以做个朋友。男士立马真的是秒钟的就给我打电话，说对方呀把他给拒绝了，还带有那种特别庆幸被拒绝意思。我听完这过程真的啊，王八都按不住我那血压呀。我问他你到底有没有车，他说有。要有没有房，他说有。你实际收入到底多少，他说保守啊是20万。我一听啊那更气啊，那你为什么要跟别人撒谎说没有呢，说一年能赚个3-5万呢？人男士给我开始上哲学课啊，给我来了句啊，现在这世道好女孩不多了，我要是说有的话，就我这收入年薪30万，那说出来多少女的都得抢啊。所以他自己综合考量了一下，怕遇到这个拜金女贪图她的物质，就说了句啊没有，希望能够遇到真爱，遇到那种啊就是不在乎车房这个年薪的这种姑娘。哎呀，听完这那一瞬间啊，就有人感觉就是雷劈到我脑门上去了。
后面啊，他还跟我说啊，当他自己跟这个女孩子说啊，这个没车没房，那女方的表情啊，立马就刷起来的时候，他就自己判断啊，一看就是贪图物质的女人，听得我呀实在是不知道啊，上哪去找块砖去。我说你知不知道人家姑娘自己就有2套房，车是崭新的，宝马七系，全是人家一点一点的奋斗过来的。人姑娘只想找个条件差不多的啊相处着，可你在开口的时候就抹杀了这个可能啊。男士一听啊是十分后悔啊，那你怎么没跟我说这么详细啊？你光说他年薪20万，有车有房，我要知道他家这个条件的话，我一定会好好认识的。接着就问我呀戏剧性的，那我能重新认识一下吗？气得我呀这门都没有。电视剧里面总有一个狗血的桥段，一个有钱的富二代啊装穷人去相亲，女方问他有车有房没，男方说呀是电动车出租房，女方一听立马就走。谁知啊这男方啊接着就当着女方的面啊去打开自己的保时捷跑车呀，笑着对这姑娘说，我最讨厌拜金女了。哎呀，这女方一看的是十分后悔啊。哎呀，你说这你何必呢啊？你要是8套别墅9栋楼7、8辆豪车，怕人惦记上，表现的低调一点哈，我还能理解一些。如果只是普通的1套住宅1辆代步车，你貌似在相亲市场上没有必要这么做吧。之前我遇到一个真的富二代啊，人家经营家里的厂子，1年1000万打底，他的家里人就跟他说呀，是相亲低调点，千万别让人知道你的条件啊。他相亲逢人就说呀，哎呀，自己是1套车1套房，在单位里上班。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姑娘啊，直接是全部摊牌。你看看人家遇到喜欢的姑娘，人家会全说的。相亲这个事情，你多多少少都是要有一些诚意的，互相需要一点尊重。咱就再说的刻薄一点啊，就算你亮出全部的家底，人家都未必能看得上你。这相亲除了看条件，还得看颜值和感觉呢。你这倒好，把自己仅有的那点优势还给藏起来了。我也是真正的这个无奈了啊！哎呦，那个心堵的呀，算了，哎呀，我还是去收拾一下我那被人捅的一刀子的心吧。